好，欢迎深深再次来到了我们的微博之夜，先跟我们新浪娱乐的网友打个招呼吧。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那首先要对劳模深深说一句辛苦了，因为一年你发了将近60首歌，自己有意识到吗？60首算多吗？应该算多了对吧？去年还是哪一年我发的是40多首还是怎么样？对对对，我觉得很开心了，有这么多的机会去可以唱歌，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所以一点都不辛苦。所有的歌快来吧，来吧，多来多来。有没有看到大家在调侃你是唱完你的唱你的？大概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唱完你的唱你的，唱完你的唱你的。确实这个红嘛。就是这个歌，谢谢您，谢谢大家，没有大家也不会有现在的歌手周深。谢谢。其实跨年演唱会也是唱完你的唱你的，我看你就是一年几条发了这个跨年晚会的宣传播，真的为你开心。对，哇，就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因为我的每个微博我都要去回复20个那个评论嘛，所以当时又刚好又在香港开自己的跨年演唱会，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赶得上去发跨年的舞台，后面就在某一天，然后他一口气就把它发完了，就回的我那叫手一个叫酸爽，当天就一直就在沙发上的动作就是这样的，不停的回复。我感觉你就是如果看电视调台，可能调了一个是深深，调了一个还是深深。你如果真的看电视，总是看到自己，你内心的 OS 会是什么？以前其实会非常的不适应，就是以前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就是看到自己的名字用输入法这样的形式就出现在屏幕上或者出现在本子上，你会觉得特别奇怪，就看自己的名字就特别别扭，就感觉自己的名字用这样非常官方的形式出现就很奇怪。但到现在我就慢慢开始习惯这样的方式嘛，所以后面也看到自己的舞台的时候就很幸福，就可以唱那么多的歌。大家就是说，幸福是我的，我只能这么说。都想看，就是哪个都不愿意错过。对，所以我看视频们他们很厉害，就是会有一个就是周深跨年演唱会的那个叫什么观看的时间表，就哪个点就该调到哪个台，哪个点该调到哪个台。说到你跨年那天，其实是无论哪个台都会在微博看到。太会了！刚刚也提到说，这个跨年那天其实是在跟深迷们一起度过嘛。这一句就够了。怎么是想下班了吗？没有什么？对，刚刚说的就是跨年那天其实是跟深迷们一起度过的，这也是你个人的第一次的这个专场的跨年演唱会。对，想问一下有没有爱上这种感觉？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而且就是我自己是一个从来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以前真的比较内向嘛，就会听说可能哪些地方有大家一起去倒数的这样一个活动，之前就一直都觉得很想去参加一下，但一直也都没有这样的勇气或者是机会，然后没有想到这一次能够在自己的演唱会，而且又是能够在香港启德的主场馆，大家一起倒数，我觉得实在是太震撼了。就是我一下就明白，就所有人一起用最大的声音去喊出倒数那10个数字的时候，那种魅力，就是那种力量，我们一起跨向新的一年，真的是太幸福的事情了，有点上瘾又有点害怕。对对对对，就是当一个事情太美好的时候，你就会有点害怕。大家其实都是上瘾了，然后就觉得说每年都应该有，所以会跟大家相约每一年吗？不要让我立 flag， 立 flag 是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那明年有没有想好呢？比如说大概会去哪个城市？我不知道。27年的时候还没有想好，反正我们拭目以待。谢谢。那你在香港是终于承认了歌迷是你的宝贝，请100字详述你当时的心理活动。对，刚刚就是我的心理活动，就是中间就想，因为香港的歌单会改变很多，包括加一些粤语歌的串烧，然后会有1-2首歌的改编。就后面想的是新的一年，应该说是每一天最希望自己的生米或者是每一个歌迷朋友们希望的事情，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气血满满，然后健健康康，所以就选的那首歌。那首歌里面刚好就是不停的提醒大家，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最珍贵的宝贝。所以我在唱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宝贝，虽然有半点的心不甘情不愿的，但那个祝福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就还是说出了这2个字，对，包那个头乘以2，刚刚自己的2个，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衷心的祝福啦。那既然是在香港，现在能不能再用一首粤语歌来现场清唱1-2句，表达一下你对这场跨年演唱会的现在的一个回忆或者感想？回忆啊，那应该是第2场的时候的那一首歌吧，祝福。過去多少次生亂，今天隨着雲煙漸遠，聽鳥語，靜望雨絲，叮囑清風，
送你衷心祝福青春，就是衷心的祝福大家每一天都越来越好，越来越顺利。太幸福了！每次看我们周深采访的观众谢谢都能听到周深的这个家常演唱，谢谢。每次发现周深记歌词的能力还是一点都没有进步，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太可爱了。那说到就是在香港演唱会有一个词条，就是周深被茶餐厅包围了。在舞台上看到丝袜奶茶、鸡蛋仔的时候，当时在想什么？是怎么忍住不笑的？这一场我忘了，就是这样的小设计，我忘了是从哪一场开始的，有的了，就是我们的舞蹈老师，他事先他不会告诉我会出现什么样的特殊的小事，他们有跟我商量，就说是可能我们如果在我们的串烧的舞蹈里面出现一些惊喜的元素，会不会打扰你唱歌？我说不会啊，但后面现在可能有一点点有一两次都差一点点，就是忍不住要笑场，他们就会根据不同的城市会去找他们特色的东西去给我有印象，比如像什么臭鳜鱼啊，然后丝袜奶茶呀，然后蛋仔呀，哎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鸡蛋仔啊，对，所以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嘛，我觉得就是烟火气吧，就好吃的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你和对于歌迷而言，其实都是惊喜。对我来说，然后我很喜欢吃东西。然后说到这个，有人说你这个香港演唱会变魔术，把魔术老师带的也匆匆忙忙了，不亚于寝室来了个东北人。对此你有什么想反击的吗？对此，我觉得这应该是对我自己魔术老师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就是前面那么多场，就第一次他在看我变魔术，他第一次教我的时候很认真的，就是有一个本子，然后拿一支笔，他就告诉我第一步该怎么，我就好，然后第一次变魔术之后不就穿帮了嘛？穿帮是正常的常态啊。然后他就会拿那个小本子上面就开始反省，他会说这个魔术是怎么样，周深在上面变，他会出现穿帮的情况呢？他就开始给记，然后再到后面大概前3场之后，我就再没有看到那个本子了。然后再到后面就是在练的过程当中，老师这个魔术太容易穿帮了，他说没事。然后再到香港场，我就说行，那这一场就是你来上舞台来跟我一起变这个魔术。你一定要遮好该遮的部分，然后后面还是穿帮了，所以感觉你自己对此接受坦然，是不是？我早就习惯了。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嘛，能够带来快乐就是最重要的。哎，那你对于一场比如说变一个成功的、完整的、完美的魔术，有这个执念，有这个 KPI 吗？就是有的时候变成功的魔术，反而就是因为自己心太急了，变得特别快，观众朋友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已经变完了，他们又有点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变魔术也锻炼了我一下对现场气氛节奏的掌控的能力吧。是，这次在辽宁的春晚是终于演上了小品了，大家都很好奇你这个初体验如何。我必须说我真的很幸运了，就是我的第一个小品是跟小宝老师、杨老师和文松老师一起的。怎么说呢，我就是非常的紧张和忐忑。首先就是在确定完这个节目之后，我就挺忐忑的，就是自己第一次跨界想要去尝试小品，居然就能跟这样非常经典的喜剧演员老师一起演，包括还有蒋龙啊，还有李佳琦啊，我们一起演。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该怎么办？然后直到都要快飞了的前5天，我就问我的工作人员，我为什么还没有收到剧本？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演什么角色。然后大概过了第2天之后，他们就说你大概会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演的是宋小宝老师的儿子。我说好。因为我就想的是该怎么去演，因为我不知道。然后再到要起飞的那一天，就告诉我你的角色有变化，剧本就大概有个巨大的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我就说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其中呢，小宝老师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就说是如果我们给你找一个反差比较大的角色，你会不会反抗？我说不会啊，我说我就还蛮希望自己不要去给这个作品减分就好。他说那就太好了，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我就就是我还是依然不知道我要演什么以及剧本。然后最后就是飞机到了，就是落地了沈阳之后，然后到了酒店就看见老师们一直在反复的排练和修改剧本，才知道他们其实已经在那里已经改了大概3-4天了，就不停的在琢磨剧本。然后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改完剧本，然后我就崩溃了，我就说你们喜剧节目是这么整的吗？就头很疼，因为就是会有很多的词儿嘛，你需要把你的接口让你的下一个搭档可以记住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很幸福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呢？所有的前辈老师们他们愿意去
用这样的作品或者找一个适合你的角色去让你自己在这样跨界的情况比较舒适一点点，不那么费力，而且他们愿意去帮助你去接你的词儿，然后也不停的给我去松解压力，就说你不用每一个字都一模一样，只要记住里面的梗啊，里面要抛的包袱去接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是一场很幸福的体验，因为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跟观众互动，真的跟唱歌不一样。对，我觉得很棒，很棒，很幸福。所以这次有爱上演小品吗？之后会想多多尝试吗？它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你能够即刻的在中间比较捣乱一下，就是现挂一些东西去想要跟观众进行对话，但现挂这种东西很恐怖的，因为可能你的搭档 get 不到那个点呢，就可能就那下咵画茶就掉地下了。但就是因为还好有所有的经验非常足的前辈老师嘛，我就敢这样去，所以你就跟唱歌不一样。就是唱歌的时候我的话都这么多，你就更不要说我演小品的时候的话有多多，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当场跟观众对话，我觉得非常不一样。哇，那期待了，到时候去细数一下你大概有多少个现挂。在意就是还是大家好好的去看一看，希望大家能够给大家的快乐吧。然后说到最近这段密集的工作中啊，有没有哪一个来自生米的瞬间，可能是一封信、一句话、一个现场的画面，让你在忙碌中突然感觉到特别的踏实或者充满了电？当然我觉得是每一个时刻呀，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人，所以就包括你看，无论是在微博上经常也会看到，就是我的生命们给我的鼓励以及分享他们的故事吧。我觉得这一小小个瞬间是最鼓舞到我的，我就会觉得我看到那么多在努力在奋斗，在为自己的梦想或者在寻找那个自己的那个人，他们不停的在努力，在用尽全力的向前走。那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所以每次我觉得我累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群人，我们一起在向前奔跑。就那下你就会觉得你不孤单，你就会觉得你身旁有一群人在陪你跑。对，可能哪怕我跑得会慢一点点，但是前面还有很多的伙伴，哪怕我慢一点点，后面还会有好小伙伴会给我继续那样的一个助力，让我往前走。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刹那吧，对，每一次听到他们为我的欢呼声音，每一次看到他们自己在自己的人生日记当中取到的成就，或者是敢于迈出的那一步挑战，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充电的时刻。对，就是他们也在鼓舞着我，就是他们也一直在往前去突破，那我觉得我也可以。所以我的很多的能量和精神力其实是从他们身上汲取的。然后现在的这个点歌环节已经变成了你跟生米的这个套路与反套路的战场啊。那如果让你为所有的新粉编写一本防生米诈骗指南，你觉得第一章会是什么核心内容？如果是新加入我们米缸的人，应该就是收不到我这样一个指南，就这样吧，不写了，随意开心就好。对。然后再问一个粉丝们非常关心的，就问你说，表表在你心中的地位是不是已经高于可可了？因为米花是表表和米米，可可店里的表表也已经换了2套衣服了，最近的生日徽章也是表表，什么时候再宠幸可可呢？关于他们巧克力工厂的事情，我不太好介入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运营模式，然后周可可有他自己的思考，然后周表表也有可能很开心吧，就是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就无可奉告。那你在巧克力工厂担任的是什么职位呢？顾客。这是他们的事儿，他们俩自己去琢磨。那说到你一直都是5G 冲浪达人，那最近有没有在网上看到大家给可可表表制作的视频？有看到他们经常什么可可跳舞啊，表表跳舞啊，然后可能有一些剧情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真的觉得可可和表表真的是太幸福了，遇到他们过上了非常幸福的人生，就是真的是都让人有点嫉妒了。你说有刷到就好了，因为下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想看你真人什么时候复刻一下演绎一下。好多坑啊，我觉得我先要去找一个那个避坑指南吧。什么时候复刻？在意。好，下一个。那最近也关心了周深有给我们这个《惊蛰无声》唱这个 OST， 所以能不能给我们提前透一点点？张艺谋导演有没有给你看片什么的？我本来有机会要去看，当天因为工作就没有去看。但是刚才就是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跟剧组一起走红毯。是一个非常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站的一个场景，所以是一次全新的体验。然后我刚在一起的时候，就一毛导演他就是夸我唱得很好听，我觉得应该是导演在客气吧。然后宋佳老师他说的是，我看了电影了，中间你声音出来那部分真的非常符合，所以我就非常期待，非常想去电影院去看这个电影。大家大年初一一定要记得看电影《惊蛰无声》，也祝电影《惊蛰无声》大卖。所以深深的这个过年的几天会怎么度过？首先一定要去看《惊蛰无声》，然后就是再2刷一遍《惊蛰无声》，还可以再3刷一遍《惊蛰无声》。你自己准备看几遍呢？
至少3遍吧，因为就是说里面会有，就是哎呀，我也不知道其实，但是我通过歌词我会感觉到里面很多的一些纠葛、纠结，一些选择吧。我觉得做选择是人生当中很重要也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去看一下他们内心的每一个角色不同的一些纠葛吧。刚刚有说跟这个剧组在一起，不知道就会有点感觉不太一样，对那就下次尝试一下演员的身份嘛。但我觉得很幸福啊，就是应谋导演，包括蜜姐啊，然后宋佳老师，他们一直都很照顾我，我觉得特别好，谢谢老师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